中共统战锁定台湾的老师，因为老师影响很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不对？哇，这个锁定我们的政治人物，这个对不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怎么样啊，我们对这个老师还是很尊敬的了。虽然现在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有北疆，新疆本来就很漂亮，新疆分成北疆跟南疆，去过的人都说啊，好美好美，包吃住，哦，就是落地招待了。你飞机你自己机票自己出啊，下了飞机，全部8天7夜，蛮长的哦，两岸青年教师北疆游，哦，那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如果说你是如果2个人叫做好友同行方案，第一个40岁以下，2个人同行，2个人都第一次到中国呢，优先录取，而且报名费呢95折优惠哦，非常便宜。听说4000块台币哦，不是4000块人民币哦。那我认识有人到新疆去玩，自己去的呢是4000块人民币，现在是4000块台币哦，还打95折哦，所以你只需要负担机票跟报名费哦。那另外呢，这个行程哦，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大学哦一路哦，那他们说那个是要去过乌鲁木齐，因为台语骂人家说你只要乌鲁木齐，你就很烂。他说你去乌鲁木齐发觉完全改观，说这个地方对，哇，怎么会乌鲁木齐怎么会是跟脑筋想的完全不同？我是没去过，听这样说了啊，说去了以后呢，哇，就完全改观了哈。那另外呢，因为它很低的价钱嘛，要招揽台湾的青年教师，40岁以下了，所以我们的官员就说这是他要建立人脉，收集个资，而且要传递中共他的这个消息啊。那我们的官员说呢，名义上是交流，实际上是洗脑，把老师给你洗脑啊。那另外呢，学者说老师的影响力比一次交流影响力大了，如果能够影响老师，那他将来随时对学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哈。那民众党也第一次到大陆去交流，青年团上海4天3夜参访啊，所以呢，这个他的中评委叫李伟华说，希望用对话来取代对立啊，是第一次啊，民众党以前从来没有组团去过。那另外呢，有人批评了，说你民众党一面去访问中国上海，一面还加入呢 IPAC 哦，昨天呢这个6个国家。哦，说这个等于是要对抗老共哦，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黄国昌说，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到现在没有改变哦，我们路线是没有改变的。我们看一下。我第一次来新疆。今年初，中国大陆台联台胞青年冬令营在新疆举办，找了近60名台湾青年走访8天。下一次抢来，我会带他们一起。想下次就是带着我更多在台湾的朋友们一起过来新疆做文化体验。如今类似的行程，夏天要再复制一次，对象锁定45岁以下，对中国大陆少数民族文化、自然生态有高度兴趣，关注文化教育、地方发展与多元民族交流的台湾教师共25名。他静静地矗立在新疆石河子市的军垦广场。行程包括介绍屯垦戍边历史、雅丹地貌、石油工业奇迹等，也会参访石河子大学和职业学校。8天7夜，包吃包住，活动费用4000台币。如果是首次参加，还能打95折，需要自费机票，查询大约15000元，等于旅费大概是台币2万元。而对比一般旅行社包团旅游，得花4到8万。中共的统战从来不安什么好心眼，他们花费了那么多的经费，难道只是让你免费去观光旅游吗？更重要的，在所谓的团结法通之后，到中国的旅行特别要小心。所以，当你一直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今天可能被渗透的破口的时候，民进党，你才是最大被渗透的破口。而民众党青年团14号早上前往上海参访4天3夜，还说盼以对话取代对立，党内定调参访团为自费行程。白银指出，这次青年团出访正是在柯文哲前主席所持续举办双城论坛的健康互动基础之上，继续偏民众党主动交流，只是两岸剑拔弩张之际，任何互动都格外微妙。因为讲到这个教师跟青年，我想要先补充一下，因为刚才讲到这个股市很热啦，因为最近真的我连跟很多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知道吗？连我家的小朋友念国中，国中都会说
他们今天在学校聊什么话题？聊说，哎，你知道吗？我妈妈已经把我的这个压岁钱拿去买台积电了。好，那蛮多的，都已经这样讲哈，然后甚至有那种说，网络上分享啊，说，看到一个小女生跟妈妈去逛商场，妈妈就说，你今天要买这个玩具，还是你要把这个钱拿去买 ETF 呢？好，这股市热到是这个连小学生、国中生其实都会讨论。我觉得有义务提醒大家，去中国交流，不要忘记他们背后会有统战的意图，也要小心有一些风险。所以现在呢，有一些足球俱乐部的老师，他可能透过朋友有一些关系，就说那一地教学就到大陆去。那家长本来就想说，有这个平常在学校教的老师带队去中国，那也就是足球交流嘛，这也很好。但是去呢交流就一定要拉布条，上面就要写这个同序手足情。共研炎黄根，就一定要摆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口号在里面去啊，很多家长就会回来看到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学校其实很无辜，这个家长第一次看到打电话去骂学校，老师其实说没有啊，这其实是私人俱乐部的活动，虽然老师是同样是学校的社团老师，可是他们是自主的活动。那可是这个时候，你说，如果小学生去看到这些画面，如果你没有一些意识，没有一些前导的作业，你觉得这个对于台湾的小孩去接受这样子的文化是好的吗？所以我相信我们台湾人都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感到骄傲，可是附中交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留警觉。我准备了资料，准备这一题，陆委会公布了资料，说从2024年的1月1号到今年的6月，有386人，然后被留置啦，然后失联啦，限制人身自由。其实陆委会大概是从2025年，从去年的上半年就开始，每半年就公布一次，每半年就公布一次，多少人被留置、被失踪，然后呢被限制人身自由，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第一个，这个数字它只有记录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人，但是后来离开的。回来台湾的，他是没有扣掉的，所以并不是现在还有300多人在那边。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其实他今年的1月，他有公布，就是2024年到2025年2年的当中呢，一共被失联、留置、盘查、限制人身自由276人。好，所以今天的数字是把那个数字就再加上前半年的。比较有趣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真正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个部分最严重嘛？因为留置盘查，这当然是有问题。然后呢，失踪可能原因很多，我们很难说到底是原因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失踪，那原因我们不敢讲说一定如何。可是被限制人身自由，那就是大问题了。好，过去这2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一共是160人。当时有告诉我们说，其中有114人是诈骗犯。70%，可是这一次公布的时候，他就不告诉你说有没有诈骗犯是多少了。所以我很想问说，对一般人来说，如果诈骗犯去了大陆，就会被限制人身自由，可能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都送到大陆就不用鞭刑了，是吧？不要鞭刑。当然，这里面有任何人，如果是因为政治的因素，然后呢就被限制人身自由啦，或者是被这个失联的话，那我当然觉得我们都必须要全力的救援，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我想提醒的是，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中断交流很长嘛，然后那段期间就是每一次就是大概就几万人的交流。2023年开始恢复之后呢，以观光署的资料，你要知道大陆的资料不止如此，因为我们可能会借由比如说去日本然后去大陆，可能去香港然后去大陆，也可能是去马来西亚然后去大陆，对不对？好，我们就纯粹是台湾直接飞然后去大陆的。2023年是176万人次。2024年成长到277万人次。去年他们说这个被留置的人增加好多，这限制人身的增加好多，因为去年增加到323万人次。今年上半年，如果按照国台办的资料的话，光上半年我们去大陆的就300万人次。
我不是说几十人或者100-200人不重要，但我想要说的是，政府的存在就是解决问题的，政府的存在不是拿来恐吓人民的。陆委会公布的这一个资料，它公布一个不全的资料，目的是为了提醒大家，还是恐吓大家？就像去北疆游，如果觉得说去一趟北疆游就会被大陆统战洗脑，那你就不要再搞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最基本的 ABC 就是相信人民的判断力。不，基本上应该是他怕你，不是你怕他了。那基本上啊，就是说，其实不管什么原因被大陆留置，我们政府关心是对的，对，都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两岸现在老死不相往来啊，尤其官方跟官方之间呢。所以马英九时候，我到现在一直觉得很可惜。当时本来我有建议他，两岸应该互设办事处的，要互设联络处或办事处的。哦，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被在大陆发生事情，台商很多本来是跟随着服贸的，可能因为税的原因啊等等，可能就被留置了。哦，那时候政府要关心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能帮你做什么事情呢？需不需要怎样？需不需要怎样？现在都不知道，关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看他的资料发表。所以两岸之间啊，如果那个时候马英九设立了，我相信民进党现在也不敢取消，但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反对嘛，啊不要啊，讲各种理由啊，就怕这个怕那个，好了，哦，常常很多时候政治的决定跟政治的措施常常在那一刻要不要做是非常重要的。徐哥再回来。好，国军有一个联合防御操演，第一天就传到卡车、军车、卡车哈，在街头追撞，还好没有人死，他们自己追撞了，还好没有人伤亡。哦，一辆军用卡车不明原因撞上前方卡车，所以车头凹陷溃缩，前车车尾受伤。哦，还好哦，现在做进一步调查，因为大概看太近了，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撞上啊。好，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军校的这个战哨改成外包，哦，外包给保全啦，就不是有军人来站岗了。国防部说我们是参考美国，所以呢，保全只负责门禁，哦，其他呢这个保全并不管啊。那国防部说重要的军事设施、核心的警戒区还是国军在执行啊，因为保全都是老百姓嘛，这不是军人嘛啊。所以呢，这个退将就说应该有中层调查，外面的保全是没有中层调查的。军校里面也蛮重要的，也有很多这个机密啊。所以国安局的前局长李祥宙就说呢，国军一边强调中共是敌对势力，一边呢把军校的门户交给体制外的保全，哦，是自己拆自己的墙。那台湾有个保镖学校，你们知道吗？执行长叫陈崇光。他说保全没有那种跟阵地共存亡的概念，就是保全就是保全，遇到的最多就是报警，保全要报警，保全不是警察，也不能执行公权力哦。那另外呢，这个网络就讽刺说，那以后打仗要不要外包给这个佣兵啊？哎，不要，有些佣兵很厉害的，要外包给佣兵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就说了哈，是主要是因为基层的兵力边线比崩跌到60%多，哦，所以呢，你要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你打仗的价值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军方是说呢，自愿役成长了5000人，所以边线比达到80%。但他就问说，真的人力缺口有改善吗？第一个，女兵增加很多，女性服兵役超过原来的预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真正的基层的战斗部队，好像那个边线比并没有这个达到那么高，就是大家去的可能是一些后勤啊比较轻松的单位，真的这苦干蛮干的哦，甚至打仗要上前线的，边线比有达成那么高吗？有真的到那么高吗？我们看一下。地表最强战车 M1A2T 呼啸而过，在桃园金浦主干道上集结激动。第一次看到 M1，蛮酷的，蛮好看。对民众来说很新鲜，这是国军首度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13号起1连5天，但走着走着怎么出现整排三角锥？军卡的车头严重凹陷，疑似追撞了前方军卡车尾，紧急出动民间吊车协助排解。但在花莲抛锚的 CM2装甲车就真的只是演练。
另一地也牵引炮车队陆续驶出营区，装甲车也随队机动，验证指挥管制调度能力。国军持续操演，强化防御韧性。不过，因为台湾少子化的问题加剧，也连带让部队的人力吃紧。因此，现在国防部规划要先让5间的军事院校把他们的大门卫哨委外由保全公司来执勤，而国防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第一阶段，国防部将从9月1号起，在国防大学、陆军官校、海军官校的5处试行；第二阶段，明年1月起，再纳入陆军专科学校、空军航空技术学院2处校区与中正预校等4处。但前国安局长李翔周却质疑，一边强调中共是敌对势力，一边却把军事院校的实体门户交给体制外、忠诚审查相对较弱的一群人，形同自己拆自己的城墙。他没有这种以阵地共存亡的那种概念。它是一个保全，它顶多就是报警。国军请保全站哨，连民间业者都打上问号。但国防部也强调，这是参考美军等国的军队经验，后续将以示范成果滚动精进相关做法。而且保全仅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也均需完成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至于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等核心警戒区域，仍由国军部队负责执行。我记得几天前消息刚出来的时候，不是军校的，是很多军营啊什么都要交给外面的。对，后来被人抨击，现在说他们只有军校，只有军校来争，到底怎样？我觉得他这个不是要问保不保全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国军的结构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诚如刚刚所提到的，他当初并不是只有提到军校，军校如果把它当作一般学校来看，好像大家还可以去稍微接受。你若连一般的军营都要透过保全来当作我们的哨兵口的话，我觉得这整个结构度来说的话，当然会引起非常多的一个讨论嘛。你还记不记得前阵子因为铁拳教育的关系，老师的一些问题，学生有太多非性行为，所以那时候这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就特别提议说有第5层的这个保全，大家记不记得？然后第5层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有透过退休的这个所谓的军警，退休军警到学校去，然后呢正式的军警要由外面的保全过来保护。你不觉得这整个都乱了套了一个状况了吗？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目前来说，所以大家其实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你刚刚已经条列出非常多人有一些以后是不是要透过外籍兵团啊，以后是不是要如此？但是最多人问到的还是我们的整个的结构，因为你像边线比已经跌到了60%多，虽然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军方有提出来一些的反驳，但是我们还是问，目前来说也就是的确嘛，我们现在的兵力的问题都是大家不断在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要对于军人的一个加薪，也就是要解决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国军方面并没有在这个所谓的如何能够增加我们的军力的这个部分里面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解答，而是好像是用东墙补西墙。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发这么多讨论？大家就是在思考，你是不是因为你的兵力的结构出了一些的问题，所以你现在必须要透过保全的方法，在地线的部分你起码可以占掉的一些的人力。那我们兵力不足的话，让这些剩下的人可以好好来处理我们认为在作战的这个层面。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今天这件事情会变成大家目前来说讨论非常多的。那更何况是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彼此之间在联合演习的时候车辆事故发生的这些状况，都再一再的让我们大家去存疑目前的到底的整个的训练到底是如此。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说啊，如果你这样用保全的话，刚刚跟淑慧聊天了，其实不管是学校在我们的大楼，即使你用到年轻人，其实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来说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们对于很多职务上面的这个忠诚度或者对职务上面的一个认知度，其实都有还多很多改善的空间。那你如果我们用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即使你用到一个所谓的保镖什么东西，现在愿意进入这个市场的本来人力就是很有限，跟我们的军力一样，两个都是很有限的状况之下，你用这一块来补这个，你如何能够让我们相信我们像目前来说整个的结构是完整的？难怪我们的退将要说你就是在我们的城墙上里面做文章，这当然会引起很多的一些讨论嘛。其实这个东西哈，我看国防部对外的说明是说啊，这个跟美国一样，我去查了一下，没有哦。美国也不是每个军校大门都是由保全来，没有。我先界定一个事情哈，因为这个计划叫做军事院校试行大门警卫，好，由这个保全来执勤大门。那大门以外的呢？那我看到国防部更进一层的讲说，我们各军校，好，现在目前5个军校要试行。这个军校如果真的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危险的攻击的时候，还是有军事保护的力量的。对啊，它只有大门口的那个卫哨负责进出车辆登记。
那何必呢？就只有大门口而已啊，观众朋友懂吗？如果说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弹药库、军事设施，那不用讲，那个没有换保全。但你就这5个学校的门口，大门口，那如果有人从后面跑，会不会有其他的卫哨呢？如果还有其他卫哨的话，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很大。其二，是不是我们军校生在大门口，因为他会有轮班去站哨，因为军校你就要开始有干部要去训练啊，他们是不是为了要招生能招更多，所以说以后你们不用站哨，那是完全取消吗？3，我要跟大家报告因为目前现在看起来军校在养成的过程当中，这个讯息会让国人误解，我们连军事设施都微型保全。好，那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以后大门口9月开始嘛，这让保全去顾军校的门口，然后我现在假设一个状况了有这个人到军校门口去滋事的话，那保全怎么办？保全打电话叫警察吗？没有，军队那个军校里面的里面的部队会出来处理。那所以你光是一个大门的保全在那边，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好，我的主观看法是这样了那再来，我们现在目前的部队确实，我觉得国防部也要跟国人朋友报告，我们的人数就是已经不足到连门口都要想看请警卫。那国防部推出的也不是说第5级保全就是为主，它没有限制哦。第5级保全是年纪比较轻、体力比较好、有军警背景，然后呢可能还能够跑3000、5000，那是第5级保全。现在已经分到有一些政府机关的重要措施、电厂什么，它不一定是军人或者是什么样的人，但是第5级保全。那如果你的军校的门口站的都不是军人的话，大家会对军校的那个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歪掉了。那以现在目前这个计划，我觉得以人数上，国防部后续会有一个数字出来，应该没有多少人。5校只有大门口。那会有多少人？那为了这样可能不到100个人的一个保全，然后弄到大家对于我们军人是不是已经没有办法保护国家产生质疑，我觉得可能会得不偿失。他现在是第一阶段，9月1号开始，国防大学有3个地方，3个校区，陆军官校、海军官校这5个地方先实施。第2个阶段，明年1月，陆军专科学校、空军航空技术学院有2个校区，中正预校等等有4个地方全面试行外包卫哨。他说美国这样，美国现在没有敌人了。美国不讲美国最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我们是天天讲老共天天要打，老共打那个飞机舰没事过中线，还说一堆匪谍在台湾活动等等。我们的紧张的情况跟美国能够比吗？美国能够做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办理吗？需要再回来。不是美国。